前世我因所谓的正义，亲手将黑道父亲送上断头台，他没有半分责怪，反倒满眼欣慰地望着我。直到父亲被处死，我才惊觉，那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大人物博弈的棋子。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缠裹着我，在整夜，我竟重生回到了父亲准备火拼的前一刻。燕慈，醒了就赶紧回学校，这里乱，等会儿打起来，别溅你一身血。父亲丢下这句话，转头冲着屋里一群壮汉怒吼：“都磨蹭什么呢？山鸡，刀呢？刚磨的那把。”陈野，绰号山鸡，父亲最忠心的头号马仔。前世他就在这次火拼中被人砍断手筋，成了彻头彻尾的废人。兄弟们，江侧那小兔崽子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抢我们货源，砸我们的车，今天还想收我们的地盘，这口气能不能忍？那肯定不能！干他丫的！后声震天，父亲看着眼前的一幕，眼底的迷茫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尸骨的坚定。既然重生了，那么前世的悲剧定不能重演。就在父亲攥着刀准备带头冲出去的瞬间，我伸出手，死死拽住了他的手腕。咋了，儿子？生活费不够了，找你周叔拿。爸现在赶时间。说完，父亲试图甩开手，却发现我的手劲大得惊人，像把铁钳子纹丝不动。爸，把刀放下。屋里的陈野、周福生还有几十号兄弟全愣住了。谁不知道沈家大少爷是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乖宝宝，平日里连杀鸡都不敢看，今天竟敢拦着老爷子去砍人。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江侧那王八蛋都把尿渍我脸上了，我不看他，以后在临海市还怎么混？松手！赶紧回你大学念书去。这种脏活哪是你能管的？我让你把刀放下，听不懂人话是吗？反了你了！我是你老子，你敢管我？山鸡，把少爷拉走，送回学校。大侄子，这话糙理不糙？这种场面少儿不宜，快走吧。陈野刚想上前，却被我骤然释放的气场镇住，脚步顿在原地，滚！一个字，冷得像冰，让满屋子的糙汉都心头一凛。神你原来他傻了！老子今天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给你以后娶媳妇买房子！你给我让开！父亲猛地发力，终于甩开了我的手。可下一秒，我往前跨出一步，身形快得像一道影子。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我右手闪电般探出，精准扣住父亲握刀的手腕，指尖狠狠捏在马颈上。沉重的钢刀被狠狠摔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满是寂静，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那个文弱的沈家书生，竟然空手夺了临海猛虎沈啸山的刀。你我的天啊！爸，你要是想死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你就跨出这个门一步，我绝不拦你。你个小兔崽子，你知道个屁的江湖！人家都骑到老子脖子上拉屎了，我不躲了他。明天到时候谁还喊我一声萧山哥，都给我滚开！今天谁拦我，跟谁急！见此，父亲弯腰就要剪刀，我冷声开口：2条街外的十字路口有一辆40面包车，车牌号尾数18，里面坐着刑侦队的程大队长，手里拿着刚批的拘捕令。再正是你手里的刀沾了血，恭喜你，起步20，搞不好还得吃枪子。你咋知道程阎王在哪儿？城里临海市道上的克星，人送外号程阎王，谁碰谁栽。你要是不信，现在就派个面生的兄弟去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停在那儿，看看车里的人是不是在喝茶等收网。陈野立刻给门口一个小弟使了个眼色，那小弟撒腿就跑。5分钟后，小弟跌跌撞撞冲回来，脸色煞白，像是见了鬼。真有条子，就在路口，那车我认得，市局里的便衣车。江市酒楼门口还停着2辆警车，好像在保护现场。父亲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后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如果刚才不是儿子夺了刀，他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清醒了吗？这江泽也太阴了。这不叫阴，这叫降维打击。爸，现在是2000年，千禧年都过去半年了，你那一套过时了。现在的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是资本运作，是法律条文。江策为什么敢抢你的地盘？因为他穿西装，你穿背心；因为他动脑子，你动刀子；因为他懂得利用警察杀人，而你只会把自己往监狱里送。那你说咋办？人家都起脸输出了，难道就让老子当缩头乌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爸，我是你儿子，有人欺负我爹，我比你更想弄死他，但我们要换种方式。3天。爸，你把这帮兄弟交给我，把公司的公章交给我，也让兄弟们把手里的刀都扔了。我不碰刀，不动枪。3天之内，我让江策跪在咱们家门口，把抢走的地盘吐出来，再把钱乖乖送上门。如果做不到，我这辈子再也不管你的闲事。你想去坐牢，我给你送饭。大侄子，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江策那主儿可不是吃素的，牛皮可别吹破了。闭嘴！老子信你一次。反正今天要不是你，老子这会儿已经在耗子里蹲着了。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这公司也是给你留的，你爱咋折腾咋折腾。咱儿子，咱手里现在除了这帮大老粗啥都没有，
你打算怎么搞他？听到这里，我笑了。那一刻，斯文的眉眼间翻涌着冷厉，像极了一条刚吐出信子的毒蛇。斯文败类，却摄人至极。这还不简单吧？首先把这身行头换了，去买套西装，最贵的那种。第二天，临海市国贸大厦，父亲正跟脖子上的领带较劲，脸憋得通红。累得老子气都喘不上来，这西装也紧得离谱，胳膊都抬不起来。儿子，咱能不能不穿这身皮？穿着跟个龟公似的，这一套还8000多，够我弟兄们喝多少顿酒了。那是阿玛尼，穿上它，你就不再是老城区收保护费的流氓头子，而是临海市著名民营企业家沈萧山董事长。随后，我自己也换了一身行头，深灰色定制西装剪裁贴身，勾勒出少年人挺拔清俊的身材，褪去了往日的文弱，多了几分沉稳与凌厉，像个初入商界的年轻精英。走了，老邓，记住，一会儿到了公司，要挺直，少说话，实在想骂人就在心里骂。哎，知道了，知道了，真啰嗦。到底你是老子，还是我是老子？转眼到了孝山运输公司，一群光膀子的大汉正围在院子里打牌吹牛，吆五喝六。哎呦，大哥来了！众人回头，瞬间安静下来，眼睛瞪得溜圆。只见门口走进来2个穿西装的男人，走在前面的虎背熊腰，正是他们的大哥沈孝山，后面跟着的少年气质冷冽，竟是他们的大少爷沈燕慈。我操，大哥这是咋了？穿这么板正，那是少爷吧？这气质跟港片里的精英似的。我无视周围诧异的目光，径直走向财务室。周叔，把账本拿来。哦不，少爷，你看账本干啥？这玩意儿枯燥，你看不懂的。周福生是公司的老人，也是父亲最信任的管家，但我非常清楚，这人手脚不干净，胆小如鼠，还是个典型的墙头草。前世就是他临阵倒戈，给江策递了不少消息。我不看，你念给我听。就念上个月的招待费，还有刚才采购的明细。周福生心里一慌，却不敢违逆，硬着头皮拿起账本。采购钢材10吨，单价3200，合计32000。上个月钢材市场均价是2600。周叔，你是在哪家店买的黄金镶钻钢材？贵了20%。那是几单，有加急费啊。好的，那继续。5月8号，招待费5万。招待谁了？招待工商局的几个领导。哪几个？姓什么？在哪吃的？喝的什么酒？周福生彻底慌了，结结巴巴答不上来。这都是刘二哥安排的，我不太清楚。下一秒，我猛地一巴掌拍在账本上，声音不大，却带着摄人的威压。周福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连门口抽烟的父亲也被吓了一跳，手里的烟差点掉在地上。周叔，这本账烂得像一坨屎，你自己贪了多少我不问，可这5万块招待费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又是谁授意你做的假账？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周福生的脸瞬间煞白，嘴唇哆嗦着，眼神惊恐地看着我，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行了，账本先放这儿。周叔，你去洗把脸，全是汗。咋了，儿子？账不对？爸，这公司能活到现在，全靠你命硬。走吧，时间差不多了，去见江策。真去啊？咱啥都没带啊，老爹心里没底啊。谁说没带？拿着。我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掏出一叠厚厚的文件，递给父亲。父亲狐疑地接过来，翻开一看，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关于江氏娱乐城、鼎盛 KTV 重大消防隐患的调查报告，江氏物流1999年度偷税漏税明细表复印件，甚至还有几张模糊却清晰可辨的照片。照片上，江策正搂着几个未成年少女，在包厢里吸食违禁品。这儿子，你哪儿弄来的？江氏娱乐城的消防问题是江家的命脉，偷税漏税的账本更是绝密中的绝密。爸，别问，问就是祖师爷赏饭吃。走吧，沈董事长，去教教那个不可一世的江大少，什么叫真正的黑吃黑。另一边，陈野正撅着屁股往腰里塞钢管，嘴里还念叨着：“少爷有备无患嘛，万一江家那帮孙子玩阴的，我也好给大哥挡一下子。”拿出来，给我都扔了。大哥，这就是根棍子，不算犯法吧？我们今天去干什么？去砍人，去抢地盘，去收保护费。我们是去进行商务洽谈，去谈一笔几百万的大生意。你见过哪个身家100万的老板腰里别着根自来水管去谈合同的？这叫掉价。听少爷的，今天咱们是文明人。爸，一会儿到了地方，我要给你立个规矩，时刻保持微笑。啥？人家都起脸输出了，你让我笑？我是去谈判，不是去卖笑。少爷，大哥这暴脾气，这不憋出内伤来，
我给你算笔账，咱们带30个兄弟冲进去，把江策打进 ICU， 爽不爽？那是相当爽。然后呢？医药费谁出？警察抓谁？我们要赔多少钱？你要蹲几年？父亲不说话了，他心里门清，这一架打完，至少赔进去几10万，还得跑路躲风头，得不偿失。我换个算法，如果我让他公司破产，背上一屁股债，让他从江家大少爷变成一条扫家之犬，最后因为经济犯罪去监狱里捡肥皂，他的钱变成我们的钱，他的地盘变成我们的地盘，他不仅要跪着求我们，还得在牢里度过下半生。爸，你说打赢他划算，还是玩死他划算？这还是那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吗？这心思比我这个混了半辈子黑道的人还黑。儿子，你以后要是混黑道，估计没我们这帮老家伙什么事儿了，这也太阴了。老邓，这不叫阴，这叫资本运作，这叫降维打击。学着点，以后这种事多着。行，老子听你的。今天就算他把刀架我脖子上，老子也对他笑。只要能坑他钱，说笑叫他爷爷都行。没过一会儿，一行人顺利抵达江氏酒楼。包厢里，江策翘着2郎腿坐在主位上，见父亲进来，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萧山哥，咱也别绕弯子了，今天把你叫来就2件事：第一，城南码头的货运线归我；第二，为了弥补我兄弟上次被打伤的医药费，拿50万出来。只要答应这2个条件，咱们以后还是好邻居。要是不答应，今天这顿饭怕是不好消化，要么留下地盘，要么留下一只手。江策，你他妈做梦！码头是老子兄弟拿命拼出来的，凭什么给你？还要老子的手？你也不怕崩了牙？那就没得谈了。江策冷笑一声，一挥手，身后的打手们立刻上前一步，手中的砍刀齐刷刷举了起来。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血腥味仿佛已经弥漫开来。且慢，别紧张哈。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旁的我身上。只见我不紧不慢地打开随身的公文包，从里面掏出一个黑色的长条状物体。我笑了笑，按下开关，录音笔的红灯开始闪烁。江少，别停啊，继续说。刚才说要把谁的手留下来，声音大一点，清晰一点。我指了指那闪烁的红灯，笑容温和，眼底却淬着冰，像个优雅的魔鬼。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罪，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段录音我会让我的律师备份3份，一份给市局刑侦队，一份给检察院，还有一份送给在那边喝茶的程大队长。江策盯着那只小小的录音笔，眼角剧烈抽搐，脸色瞬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你他妈玩阴的！别这么说，这是商务习惯，大公司开会都这样，留个底，免得日后扯皮。倒是江少，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刚才的法律条文没听清？要不我重播一遍？江策彻底炸毛了，在自己的地盘被这对父子齐脸输出，这事要是传出去，他在临海市道上就彻底抬不起头了。给老子砸了那玩意儿！还有这2条废狗，给我往死里打！出了事儿，老子顶着！就在这时，父亲猛然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老子看谁敢动！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给我放倒他们！还没等父亲说完，我便一只手死死按住了他的肩膀，让他坐下。父亲甩开我的手，愤怒说道：“儿子，现在什么情况？你看不见吗？不动手等被打死吗？”我指着脑袋说道：“爸，你是董事长，董事长不动手，只动脑。”说完，我便从怀里掏出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那红色的封皮在包厢昏暗的灯光下，竟然比砍刀还要刺眼。兄弟们，根据刑法第294条，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刀砍下来，你是主犯，起步7年，你家里的老婆孩子等你等到头发白，为了江策那几千块钱工资值吗？江策见此，等你们这群废物，一个大学生吓唬成这样吗？赶紧给我办了他们！闻言，我不紧不慢地再次打开了公文包，抽出了那份厚厚文件的冰山一角，只露出了标题。但这几个字足够让江策魂飞魄散。江少，打打杀杀多没意思，咱们聊点成年人的话题，比如消防安全，又比如税务合规。据我所知，江氏酒楼这个月的现金流好像不太健康啊。如果这份材料出现在工商局和税务局局长的办公桌上，我停顿了一下，看江策就像看着一只掉进陷阱的小白鼠，停业整顿3个月，巨额罚款，补缴税款。江少，你猜猜那时候你的那些高利贷债主会不会把你的皮扒了？
闻言，江策的额头上密密麻麻全是冷汗，光是那些高利贷的利息，就能把他江家吞得骨头渣子都不剩。都退下！打手们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如蒙大赦般退出了包厢。包厢里只剩下3个人，父亲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可思议。一本书，几张纸，竟然比老子的砍刀还好使。江少，火气别这么大，现在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赔偿问题了吗？说吧，这件事怎么才能翻篇？你想要多少？我对着江策伸出了3根修长的手指，300万。包厢里的空气有些凝固，父亲的眼珠子差点掉在地上。儿子，你疯了！老子当年绑票县太爷的小舅子也没敢开这个价。300万，你特么穷疯了吧？敲诈勒索敢敲到我江策头上来了，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江少，我是守法公民，怎么会敲诈呢？这300万是有账可查的，劳务费与精神损失费。好一个劳务费！你来给我算算，你干什么了就值300万？要是算不明白，今天你们父子俩谁也别想竖着走出去。第一笔，精神损失费。我父亲沈萧山虽然长得粗犷了点儿，但内心脆弱敏感。你的人拿着刀冲进来，严重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导致他现在手都在动。父亲正听到这话，愣了一下，然后赶紧配合的哆嗦了2下。100万买一位老人的心理健康，贵吗？不贵。这特么是哪个山头的土匪设定？第二笔，误工费。我是名牌大学法学系高材生，我的时间很宝贵，为了处理你这点破事，我耽误了整整1天的时间。按照我的咨询费标准，加上夜间加班费，收你50万。你怎么不去抢？别急，还有大头。第3笔，商业保密费。这本账本里记录了江家过去5年所有的偷税漏税、行回记录以及洗钱流水。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市局经侦大队的办公桌上，你觉得你父亲江振海要在里面踩多少年缝纫机？还是说，你觉得江家的股价能经得起几个跌停板？江策的脸色瞬间惨白，刚才的嚣张气焰如同被泼了一盆冰水，灭得干干净净。他死死盯着那叠复印件。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还有多少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55，我的私人律师正坐在距离市局经侦大队500米外的咖啡馆里。如果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他就会把原始 U 盘和举报信投进市局的信箱。你还有5分钟，是花300万买个平安，还是拉着整个江家陪葬？你自己选。父亲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小声嘀咕：“儿子，咱们哪来的律师？咱们村的二狗子不是去工地搬砖了吗？啥时候成律师了？”爹，闭嘴，这叫心理博弈。时间1分1秒的过去，江策的衬衫已经湿透了，心理防线正在一点点崩塌。还有1分钟，看来江少很有骨气。爷，走了，去市局做个热心市民。好嘞。我就说这小子是个抠逼，300万都舍不得。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大步流星的朝着门口走去。别出门！操，这么痛快不就完了？江少，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低端玩家。寂静的包厢里，这话格外刺耳。我不慌不忙掏出一叠厚厚的文件，甩在了江策面前。封面上5个黑体大字：资产转让协议书。江策刚准备去拿支票本的手僵在了半空。这是什么？江少是个爽快人，肯出这300万的封口费，但我是个讲究人，这钱若是直接拿了，那是敲诈勒索，是要坐牢的。我不干犯法的事，所以咱们得换个名目，把它变成合法的商业交易。什么交易？我翻开合同，指着第3页的标的物条款。城西那块废弃的碎石场一直挂在我父亲的安保公司名下，那地方鸟不拉屎，连野狗都不去撒尿。现在我把它作价300万卖给江氏集团，江少，这很合理吧？你这是强卖！这地皮值300万，地皮根本不值钱，地皮是不值钱，但江少的自由难道不值这个价？还是说江少觉得那本记录了江家所有肮脏交易的账本不值这区一块地皮钱？江策死死盯着那份合同，他知道自己这是掉进坑里了，签了就是冤大头，不签就是阶下囚。好手段，你小子，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你比你那个土匪爹狠多了。过奖了，签字吧，江少，我的律师还在看表呢。现在是9点58分，江策浑身一颤，再也不敢废话，抓起签字笔，在那份如同卖身契一样的合同上签下名字，盖上了公章。他又把一张300万的现金支票一把拍在桌子上，拿着钱，拿着合同，滚！江少果然信守承诺，合作愉快。江少，这块地皮极具开发潜力，相信在江氏集团手里一定能变废为宝。下次若还有这种生意，记得再找我，我给你打9、8折。说完，我们父子俩一前一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包厢。走廊里，父亲终于憋不住了，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声音都在抖：“儿子，这就完了，300万到手了，那碎石场真卖出去了。”白纸黑字，红章画押，具有法律效应。爹，从今天起，咱们就是正经生意人了。高，实在是高。以前老子拿刀架在人家脖子上，也就抢个几千块，你这一张破纸，几句话就弄来300万，这就叫文化人。爹，这才拿到哪？这300万只是第一桶金，咱们要走的路还长着呢。父亲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一拍大腿：“坏了，儿子，那账本的复印件还在那小子手里呢，万一他发现那是假的，谁告诉你那是假的？你不是说那是你为了炸他，连夜编出来的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虚虚实实才最要命。那复印件里前10页是真的，后面的全是
是咱们这几年买菜的流水账。我笑了，笑得像只成了精的狐狸。等他发现的时候，咱们的洗白大计早就完成了。刚走出江氏酒楼，陈野就急忙迎了上来：“少爷，咋样？动刀没？我看那江家小子带了10几号保镖，要是打起来，我车后备箱里那几根钢管可能不够用。”父亲没说话，像个被雷劈了的木头桩子。我拿出那张轻飘飘的支票，递给陈野：“单技术，别惦记你那几根钢管了，自己看300万。”我操！陈野嗓子劈了，像只被人掐住脖子的公鸡，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我的个亲娘嘞！大侄子，你把江侧那小子的金库给炸了！爹，单技术，以前你们带着几10号兄弟，提着西瓜刀去抢地盘，被人砍3刀，最后分到手能有多少？父亲回想了一下，那一架好像分了800，还是因为我是带头的，多拿了2000奥费，拼了半条命，流了一身血，才换来800块，那是卖命钱，是最廉价的劳动力。我语气平静，却字字诛心。今天我没动一根手指头，就动了动嘴皮子，打印了几张废纸，盖了个萝卜章，就拿了300万，翻了多少倍？爹，你会算吗？父亲算不过来。但他大受震撼，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轰开了他那颗顽固的悍匪脑袋。这就叫知识产权，这就叫降维打击。老爹，时代变了，现在不兴打打杀杀了，那是流氓。咱们要做的是穿上西装，打着领带，用法律和合同去抢，这才叫生意人。儿子，你真出息了！父亲激动的声音都哽咽了。以前老子总觉得读书有个鸟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总想让你练武，怕你受欺负。现在看来是爹错了，爹是个粗人，目光短浅，这哪里是书生，这特么是财神爷下凡啊！我心中一暖，但脸上依旧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模样。老爹言重了，以后好好学着点。父亲抹了一把脸。突然一巴掌拍在陈野的大腿上，听见没？传我的话下去，以后公司里的大事小情全听我儿子的。他说往东，谁敢往西，老子剁碎了喂狗。谁要是敢在他面前炸刺，就是跟我沈笑山过不去。大哥，你放心，谁敢动大侄子，我老赵第一个绑炸药包炸他全家。单技术，低调，咱们是正经公司，别动不动就炸药包，要学会报警，报警抓他们才是最高级的羞辱。高还是大学生心眼活泛，危机暂时解除了。江侧吃了这个哑巴亏，短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但我知道江家这头恶狼迟早会反扑。儿子，咱们回去。路过临海大学时，我让司机停了车。爸，我下车了。今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临海大学，那是我曾经挥洒青春，也是留下最多遗憾的地方。父亲一脸疑惑，咋了？儿子还要去哪儿收账？这学校里也有欠咱钱的，这也太不像话了。学生都不放过，不收账去追债，追谁的债？去追一个上辈子让我后悔到死都没能追回来的女人。爹，你先回去吧，今晚不用给我留门了。说完，我大步流星地走向那座象牙塔，背影决绝，只留下2个加起来100多岁的老男人面面相觑。我操，单记，我是不是听错了？咱家这铁树要开花了。深夜，沈家老宅，父亲已经睡熟了，发出如雷的鼾声。我静静看了父亲许久，前世父亲还没等到出狱就郁郁而终，这一世听着这熟悉的鼾声，我竟觉得无比心安。爸，睡个好觉。我回到自己的小屋，开始思索接下来的计划。300万到手，启动资金有了，人心也稳住了，但想要对抗江家这个庞然大物，光靠这点钱还远远不够。我需要盟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借力点。我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苏定国。前世的记忆里，正是今天晚上，苏定国在江侧叔叔江啸天的设计下，签下了一份关于城西地皮的对赌协议。那是个必死的局。3个月后，苏家资金链断裂，大厦崩塌，苏家倒了。临海市就是江家的一言堂，我更没机会翻身。我用红笔在苏定国的名字上画了个圈，所以苏家不能死。救苏家，既是为了还当年的一份情，更是为了借其生代。苏家的资源、人脉，还有那块即将升值的地皮，与其被江家吞了，不如让我来截胡。第二天，我换上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随意抓了抓，显出几分少年的蓬勃朝气。我深吸了一口气，心中默念：这一世，我要把遗憾统统填满，也要把该拿的利益一分不少的拿回来。苏婉清，临海首富苏定国的独生女，金融系的系花，也是全校公认的高领之花。3个月后，苏氏集团资金链断裂，苏定国跳楼自杀，这朵高傲的雪莲一夜之间跌入尘埃，豪宅被封，豪车被扣，那些曾经围在他身边的追求者瞬间变脸，甚至有人落井下石，想逼他去陪酒。上一世，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在路边的大排档洗盘子，看到了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校花，她浑身湿透，为了几10块钱，正在跟一个醉汉推搡。但我那时也是个通缉犯的儿子，自身难保，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生活碾碎，无能为力。我把那些沉重的画面压回心底，径直堵住了迎面走来的苏婉清。你干什么？有事吗？苏婉清皱起眉头，语气冷淡。周围的几个男生停下脚步，幸灾乐祸地等着看笑话。这小子是疯了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苏校花也是他能碰的，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家庭成分。我无视了周围的窃窃私语，看着苏婉清，突然笑了，笑得很斯文。苏婉清下意识地后退半步，眼中闪过一丝恼怒，请自重，让开。我压低声音，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苏校花，想不想救你父亲的命？苏婉清瞳孔骤缩，原本冷漠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你什么意思？他父亲最近确实遇到了麻烦，这事连公司高管都很少知道，我怎么会知晓？5点半，正好是饭点。城西那块地皮是个天坑，苏总要是签了字，苏家就完了。苏婉清手中的书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脸色煞白。父亲今晚就是要去签那个合同，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在颤抖。第一次发现我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男同学竟然如此陌生。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药，专治苏家的绝症。我指了指校门口的方向，笑得像只志在必得的大尾巴狼。苏小花，赏个脸，今晚请我吃个饭，我告诉你怎么把那个坑填平。苏婉清看着我，眼神复杂，最终咬牙点头。好，但我没带现金，没关系，我不挑食。
食堂2楼麻辣烫就行，记得加2个蛋。次日，苏婉清早早就找到了我，燕子，谢谢你。昨天回去后，我劝住了我爸，他连夜找人去查了城西那块地，结果出来了，跟你说的一样，那就是个天坑。如果那5000万砸进去，我爸可能真的会想不开。我笑了笑，语气平淡，不用谢，各取所需罢了。对了，既然没买地，那你爸……还没等我说完，苏婉清就打断了我，声音里透着一丝无奈和迷茫。虽说钱保住了，但是临时毁约得罪了开发商，圈里都说苏家言而无信，资金闲置着，我爸看什么都想坑，急需一个靠谱稳定的新项目挽回声誉。闻言，我眼前一亮，这还是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苏小花，你告诉你爸然，他别急，不出1个月，我给他一个比城西好10倍的项目，到时候2家谈合作。他一脸惊疑，你合作？对，合作。我还有事先走了，我没多解释，头也不回就走了，饵已经撒下去了，鱼也咬钩了，剩下的就是等收网的那一刻。不多时，我便来到了老爹的公司，一进门，脑壳就脑仁突突的疼。2排光膀大汉蹲在台阶上，捧着饭盒狼吞虎咽，刺青花臂混着油光，左青龙右白虎，中间还有个米老鼠。一个横肉大汉呲着大黄牙笑，哎呦，大侄子吃没？叔有大腰子，没理他，径直走进大厅。前台黄毛小妹脚翘在桌上，抖腿嗑瓜子，皮儿雪花般铺了一地。2楼更是传来麻将砸桌和粗暴的吼声。完了，砰！课钱，谁来张剁手指头？整个公司乌烟瘴气。我猛地踹开会议室大门，烟雾缭绕中，7、8个光膀大汉围着麻将桌，吆喝声戛然而止。诸位的刀疤脸看清来人，骂声卡在喉咙：“少爷，你发什么疯？”我没理睬，径直走到麻将桌前，扣住桌沿发力一掀，哗啦，桌子翻倒，麻将飞溅反了天了。有人怒骂着要冲上来，我一步踏前，掏出那张300万支票复印件，啪的拍在椅子上，动粗。我有资本，睁大狗眼看清楚。刀疤脸凑近一瞧，眼珠瞪圆，300万。其余人倒吸凉气，真的假的？我冷笑扫视他们，不动刀，不流血，一天挣300万。你们呢？为几百块输赢打麻将，还动刀子，丢人！众人哑口无言，脸皮发烫。我指着满地狼藉，都给我穿上衣服。从今天起，这里是公司，不是梁山泊。不想干的，滚去领工资走人。无人动弹，谁不想洗白？就在这时，门口传来咳嗽声。父亲沈啸山一身西装革履走了进来，怒吼一声：“少爷说话，你们听不见吗？赶紧都特么给我把衣服穿上！”父亲这一嗓子比圣旨管用，屋里顿时鸡飞狗跳，汉子们手忙脚乱，套衣服，袖子反了，扣子错了位，一片滑稽。随后父亲严肃说道：“今天开始，我们公司正式转型，以后谁敢光膀子露纹身，老子第一时间拿砂纸给他磨皮。”刀疤脸边洗扣子边苦笑：“大哥，那以后叫您啥？”闻言，沈啸山怒吼：“特么别再叫老子大哥，那是黑社会叫法，以后叫我董事长，叫少爷总经理，记住没有？还有公司事务。以后少爷说的算，你们有意见吗？”一片死寂过后，稀稀拉拉的喊声响起，透着心酸。以后都听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我没笑，这群野狼表面的服从罢了。散会。半小时后，所有主管到我办公室，迟到1分钟扣1000。说完，我转身离开，气场里立，人群散去。角落阴影里，金丝眼睛反着寒光。财务总监张承安，他盯着我背影，嘴角勾起阴冷笑意。总经理，乳臭味干叶像分蛋糕。他抬脚狠狠碾碎地上踩着的麻将牌发财。公司姓沈，钱可不一定。会议室里的人散得差不多了，父亲被一群老兄弟簇拥着去视察食堂了，嚷嚷着要给大伙加鸡腿。我没动。独自坐在宽大的总经理椅上，指尖钢笔无声旋转，镜片后的目光死死锁住那扇半开的门。我在等那个前世将我爹送进监狱，让我家破人亡的好叔叔。果然不出半分钟，张承安推门进来，脸上堆着标准化的笑。这位建成安保的财务总监，沈啸山昔日的狗头军师，立过包和天下。少东家，忙呢？刚才那场面，连你爹都镇住了。公司早交给你，上市都有指望。我推开烟，嚼起口香糖。张叔过奖，还得长身体呢。他掏出一份文件，压低声音凑近：“听说少爷从江家拿走300万，现在这个年代，钱趴账上就是死钱，通胀这么猛。坐吃山空了。我这儿有个海外高科技基金，年化20%，保本保息，动用私人关系拿的内部名额，300万投进去，1年白赚60万利息，不比养那群大佬粗强。我盯着那份英文 PPT 和高大上的图表，心底冷笑，海外基金怕是洗钱账户吧？上一世张承安就是用这招卷走公司500万，害得我家破人亡。于是我假装惊呼20%，银行也才给2个点啊！张承安笑容更盛，掏出财务审批单说道：“是，少爷急不等人，签个字，钱明天转出去，下月就见回头钱。”我笑得纯良。张叔，你是我爸生死兄弟，除了他我最信你。他眼皮一跳，随即催促：“叔看着你长大，还能坑你？快签，过了今天名额就没了。”我抓过笔潦草签名，透着败家子的洒脱：“这事你全权负责，不用告诉我爸，我等着分红。”张承安抓过单子手指抖，椅子到了也不服，脚步轻快溜到门口：“少爷，你爸有你真是福气。”说完人影已消失，我脸上笑容退尽，拉开抽屉按下录音笔停止键。福气？我摩挲着冰凉的金属：“张叔，这福气给你要不要？”站在窗前看着他2手本田火急火燎冲出大门，我嘴角勾起残忍的弧度：“路铺好了，坑挖深了，摊吧，越摊越好。你不摊，我怎么送你吃一辈子牢饭？”不多时，总经理办公室，我摩挲着真皮座椅的纹路，门口响起了敲门声。进，陈野头探进来：“大侄，哦不，沈总。”我转着椅子，甩出一张银行卡：“单技术，捡个大嘴巴，待会儿你出门偶遇张承安，就说这是老爷子攒的500万棺材本，密码6个8。”陈野捏着卡直瞪眼：“500万，大哥哪有那么多私房钱？他打牌还欠我200没给呢。”我笑了，笑得像只算计鸡的黄鼠狼。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张承安信不信？记住，一定要显得神秘，偷偷摸摸的，让他觉得你是说漏了嘴。陈野似懂非懂，但他有个优点，听话。行，演傻子我不会，演大嘴巴我
在行。陈野抓起卡，转身出门。我看着关上的门，推了推眼镜，打开了电脑上的财务系统后台。这是我昨晚连夜让人重做的系统，界面很高级，其实全是漏洞，特别是针对大额转账那一栏，我特意取消了董事长短信验证这道最后的防火墙，只留下了一个财务总监优盾授权。只要张成安插上他的优盾，这300万加上那所谓的500万棺材本，就能在3秒钟内飞到大洋彼岸。张叔，门给你留了，锁也给你撬了，你要是不进来拿点什么，都对不起我这番苦心。走廊里，陈野在那转悠了3圈，终于看见张成安夹着公文包，哼着小曲从厕所出来。陈野直接猛扑上去勒住他脖子，老张，有靠谱的海外基金不？张成安眼睛一亮，哈，那必须有，怎么你也要投？陈野神神秘秘掏出银行卡，是大哥私藏的棺材本500万，最近想拿出来做投资，密码6个8，大哥让我先把卡给你，等回头他想通了再让你转。张成安看着那张卡，在他眼里这就不是卡，这是一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500万加上之前的300万，800万，这一票干完，他在国外能潇洒一辈子。行，山鸡哥放心。张成安接过卡，手都在抖，我先替大哥保管着，绝对丢不了。那什么，我财务室还有点账没平，先忙去了。说完，张成安转身就跑，脚步虚浮，像是踩在棉花上。贪婪已经彻底吞噬了他的理智，连最基本的核实都忘了。深夜，公司大楼一片漆黑，只有财务室的窗户透出一丝微弱的蓝光。我坐在楼下的黑色轿车里，手机屏幕亮着，那是高清夜视监控的实时画面。画面里，张成安正在疯狂操作，先是那300万转账，输入密码确认，进度条走得很快，10%、50%、100%转账成功。张成安猛地挥了一下拳头，无声的狂笑，嘴型在说傻子父子。紧接着，他又拿出父亲棺材本那张银行卡，准备转走那500万，插卡，输入6个8，查询余额。下一秒，张成安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僵硬、错愕。他疯狂地拍打着键盘，以为是电脑坏了，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余额5000元。5000？怎么才5000？监控里，张成安瘫坐在椅子上，抓着头发，一脸怀疑人生。看到这里，我关掉了屏幕。5000块够判你个盗窃未遂了，但那300万可是实打实的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情节严重。张叔，这牢饭你得吃到死。随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陈野的电话，声音慵懒，带着一丝即将看戏的愉悦。单技术，鱼咬钩了，叫上几个兄弟去盛世皇朝夜总会，今晚我请客，庆祝咱们公司即将切出一颗毒瘤。不多时，我们一群人就到了盛世皇朝夜总会。我身上这身笔挺的定制西装和周围穿着花衬衫、紧身裤的古惑仔们格格不入，像是一只仙鹤落进了野鸡群。陈野跟在我后面，眼睛都不够用了，左看看大腿，右看看大雷。哈喇子差点流下来，把嘴闭上，我头也不回，淡淡道：“丢人。”陈野立马闭嘴，挺胸抬头，装出一副保镖的冷酷样。刚进大厅，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扑面而来。哟，这不是咱李大才子吗？一声娇媚入骨的调笑传来。2楼的旋转楼梯上走下来一个女人，一身大红色的高开叉旗袍，手里摇着把苏绣团扇，30出头，正是熟透了的年纪。走起路来，那腰扭得像条水蛇。红姐，临海市道上赫赫有名的红粉教主，也是这家小金库的老板娘。当年我爸沈啸山帮她挡过酒瓶子，评过试，这份香火情一直留到了现在。红姨，我推了推眼镜，礼貌的点头。这声姨叫的红姐花枝乱颤，她走到近前，团扇轻轻敲在我的肩膀上，香风袭人。喊什么姨，把我都喊老了。叫姐。红姐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满是惊艳。以前怎么没发现？建成哥家里还藏着这么块璞玉，这斯文样真想让人撕开，看看里面是不是黑的。陈野在旁边咽了口唾沫，这女人妖精啊！红姐说笑了，我神色不变，甚至还帮红姐理了理披肩。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来是想跟红姐打听点事。红姐眼神一闪，收起了那副调笑的模样，她挥挥手，遣散了周围的莺莺燕燕，去 V888包厢，把那瓶存了10年的拉菲醒上。V888包厢隔音极好，外面的喧嚣瞬间被隔绝，真皮沙发，水晶吊灯。红姐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修长的手指若有若无地划过杯沿。说吧，我的大少爷，今天把江家整得那么惨，还有空来我这儿消遣。消息果然灵通，早上的事晚上就传遍了临海市。我抿了一口红酒，江家有什么动静？红姐点了一支细长的女士烟，吐出一口烟圈，神情变得有些凝重。江啸天那老狐狸还在到处筹钱，暂时顾不上你，但江侧那个小疯狗急眼了。我挑眉，我手底下的姑娘听到风声，红姐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压迫感十足。江侧在道上发了悬赏令，50万要买你一条腿。陈烨手里的杯子一抖，酒洒了一裤裆。操，这孙子玩阴的！我却笑了。我摇晃着红酒杯，看着猩红的液体在杯壁上挂出好看的弧度。50万，语气里带着一丝嘲弄，还有一丝不满。我的腿就这么不值钱？红姐愣了一下。正常人听到这种消息，不该是害怕吗？最起码也该紧张一下吧。这小子怎么还在嫌价格低？嫌少？那可是50万购买起城南一套房了，多少亡命徒盯着这笔钱呢？少爷，最近出门小心点。我放下酒杯，玻璃杯撞击大理石桌面，发出清脆的一声。红姐，帮我传个话。我靠在沙发上，双手交叉，眼神冷冽，告诉道上的兄弟，江侧出50万买我的腿，那是看不起我李某人。我出100万买江侧的一条腿。红姐的手一抖，烟灰掉在了旗袍上，她瞪大了眉目，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认真的？现结？我从怀里掏出支票本，刷刷刷写下一串数字，撕下来拍在桌上。这100万先放在红姐这儿，谁把江侧的腿送来，这钱就是谁的。如果2条腿都送来，我再加100万。疯子，这绝对是个疯子，而且是个有钱的疯子。红姐看着那张支票，只觉得喉咙发干，这哪里是斯文书生，这分明就是个披着西装的恶狼，以暴制暴。不，这是金钱的暴力。行，红姐深吸一口气，把支票收进胸口。这话今晚就会传遍临海市的每一个角落。江侧那小子怕是睡觉都要睁着眼了。我满意的点点头，这就对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拼命呢？就在这时，砰一声。
声巨响从门外传来，像是啤酒瓶砸在墙上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怒骂：“臭婊子，给脸不要脸！陪老子喝杯酒怎么了？装什么清高？”稀里哗啦，桌子被掀翻的声音，红姐眉头瞬间皱起，一股煞气从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身上爆发出来。妈的，敢在老娘的场子里闹事！她猛地站起身，抓起桌上的对讲机：“保安。”都死哪儿去了？我也站了起来，我整理了一下并没有褶皱的西装，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红姐，看来今晚不太平啊，走，出去看看是哪路神仙在撒野。刚走到门口，随着砰一声闷响，一个穿着廉价夹克的年轻人后背重重撞在墙上，灰尘簌簌落下，但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借力反弹，一记凌厉的鞭腿抽出去，咔嚓！冲在最前面的混混惨叫一声，小腿呈现出诡异的弯曲，很准快。但这年轻人毕竟是肉体凡胎，围攻他的足足有8个人，手里都拎着钢管和酒瓶。妈的，练家子！拎领头的混混是个光头，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一起上，废了他！敢管闲事，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看的场子。说完，7、8根钢管劈头盖脸的砸下来，年轻人只能抱头蜷缩，护住要害，鲜血顺着他的额角流下来，糊住了眼睛。即便如此，他那双眼依旧亮得吓人，像一头被逼入绝境却还在寻找机会反咬一口的孤狼。我站在巷口阴影里，借着昏黄的路灯，终于看清了那张脸，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一股复杂的情绪瞬间涌上心头。程琳他是未来临海市刑侦支队的传奇队长，人送外号程阎王，破案率100%，不管是黑道的亡命徒还是白道的蛀虫，听到他的名字都要抖3抖，没人敢轻易招手。前世我爸沈啸山入狱后，人人避我如避蛇蝎，唯有这位程警官顶着上面的层层压力，查清了当年案件的部分真相。虽然最终没能帮我爸翻案，却拼尽全力保住了我一条命。在我被追杀、被唾弃、深陷黑暗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岁月里，他是我遇到过的唯一的光。只是现在的程琳还不是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神探，他只是被停职查办的小骗警。今晚这场架估计是他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来发泄一下心里的憋屈。红姐也皱起眉头，摇着手里的苏绣团扇，脸上满是不悦，语气里带着几分煞气。这帮小混混越来越没规矩了，竟然敢在我的后巷动刀子，真当我红姐是好欺负的？他说着就抬起手准备抓起对讲机再催一遍保安，我连忙抬起手拦住了他，语气平淡：“不用保安，这点小事没必要兴师动众。”说完，我转头看向陈野，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轻声道：“单技术交给你了。”2分半钟后，巷子里就躺了一地哼哼唧唧的混混，哀嚎声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后巷，场面一片狼藉。我走到程琳身旁，脸上露出一抹憨厚的笑容，伸手就想拉他一把。“嘿，兄弟，身手不错，是个练家子。”哪知他一把甩开了我的手，指了指地上躺着的混混，眼神里满是鄙夷和厌恶。聚众斗殴，致人轻伤，已经触犯法律了。要是老子还在局里，今天就把你们全抓回去蹲大牢。不过你们别太得意，我迟早将你们绳之于法。